这是神秘四奥之一雷杰多的首次登场。面对一发光线就将高斯和杰斯提斯消灭的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，雷杰多不费吹灰之力就瓦解了其攻势。然而就在1天前，融合成雷杰多的2位奥特曼还在战场上兵戎相见，杰斯提斯甚至联合怪兽，致使高斯在战斗中陨落，只因两者的立场各不相同。原来人类即将发射宇宙诺亚飞船，将低史珠岛上的怪兽送往广袤的宇宙中，建立新的自由家园。这也正是武藏的终极梦想，找寻出与怪兽共存的方法。然而就在梦想成真的这一天，人类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灭绝危机。此时武藏刚和队友告别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道声音，武藏循声望去，可是又转瞬即逝。此时 SRC 也传来了棘手的消息，在太空中捕捉到了奇怪的电磁波，经过翻译，居然是重置消灭的意思。突然天空中出现一架外星飞船，它缓缓来到宇宙诺亚飞船上空，随即便投下一头机械怪兽葛洛卡。这突如其来的变动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，眼看他对着飞船发射激光之际，一道神秘光线将其化解。高斯奥特曼从天而降，面对葛洛卡的光线攻击，宇宙日冕形态下的高斯一脚飞踢就将葛洛卡击败。而就在武藏庆祝之时，熟悉的声音再次传来，此人便是杰斯提斯奥特曼的人间体藤原树里。可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又有2头葛洛卡降临，随即突发冷箭将高斯死死压制。武藏见状也想和高斯一起战斗，随即拿起灰石化身，一道光融合进了高斯体内，高斯瞬间恢复满血状态，随后切换成日式形态，蓄力发射2道光线击向葛洛卡。葛洛卡直接停止了活动，原以为已经解决了危机，可没想到树里变身杰斯提斯出现在了战场之上，随即发射光线重新激活了葛洛卡。高斯看着这一切一头雾水，为了宇宙诺亚飞船不被破坏，于是利用防护盾挡下了攻击，但杰斯提斯一道光线直接将高斯的护盾打破。高斯不可置信，可刚要解决葛洛卡，杰斯提斯一发光线再次阻挡了高斯，随即便对高斯发起了攻击。高斯质问着杰斯提斯，同为奥特曼为什么要互相战斗，而且并没有进行反击。再次吃下杰斯提斯一发光线后，高斯已然亮起红灯，但此时葛洛卡对着飞船再次发出光线，来不及阻止的高斯直接用身体去阻挡光线。只见高斯的能量逐渐耗尽，最终消散于天地之间。紧接着宇宙诺亚飞船也全都被一一摧毁。随后高斯战死以及飞船被摧毁的消息让民众陷入恐慌之中。此时 SRC 也解读了最后的电磁波，内容显示，我决定对地球生命进行重置，简单来说就是消灭人类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，各国首脑立即开展了联合会议，但没想到杰斯提斯人间体树里早已等候多时。原来杰斯提斯受到了宇宙预言家及创造者德拉西翁的指派，前来地球通告人类，将在35小时后，自己会与最终兵器千兆恩多拉对地球进行生物抹除计划。而原因是德拉西翁预测2000年后地球将会成为一颗危害宇宙的星球，因此为了宇宙的和平，将会向人类在白蚁注视房屋之前将其消灭。这一言论让在座首脑群情激愤，但从全宇宙的角度来看，地球甚至比白蚁还要渺小。SRC 的代表大和田还想做最后的交涉，但美国代表扬言要进行宣战。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所有的人陷入绝望。面对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，这些人类居然想起了这样的歌声。树里穿梭在人群之中，认为这样的人类就该抹除。夕阳西下，树里回想起白天的战斗，无法理解高斯为何不惜生命保护人类。此时一只名叫高斯的白色小狗来到脚下，一个小女孩也随即跑了过来，看着女孩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，在接过女孩给的2颗糖果后，此时树里也露出了温柔的眼神。夜晚，树里回想起女孩的笑容，消灭人类的内心似乎也有了一点动摇。但此时一群精神小伙驾车狂欢，对着树里言语间满是轻浮。树里3下5除2便解决了这群小混混，再次坚定了人类没有保护的价值。随着千兆恩多拉的抵达，人类精心部署的卫星雷射炮齐齐发射，这可是能够轻松击碎直径500千米的小行星。然而在击中后的一阵耀眼白光下，千兆恩多拉居然毫发无损。不仅如此，各国发射的导弹也无法对一直停留在空中的外星飞船造成丝毫损伤，人类已经黔驴技穷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外星飞船投下了多个格洛卡降临在城市之中，随后格洛卡对准天空发射了几道光线，直接将人类的军事卫星摧毁。至此，人类失去了外太空的防御屏障。更绝望的是，格洛卡直接将炮火对准了城市，原本祥和的城市已然变得满目疮痍。随后 SRC 出动了所有的战机进行反击。